在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年代，美国为什么非要靠毁灭粮食来拯救国家？这到底是华盛顿的官僚们集体疯了，还是这套叫做资本主义的系统已经病到了只能靠自残才能活命的地步？这就是1933年夏天罗斯福农业新政推行时面临的死局。法案虽然在5月份勉强通过了，办公室里的局长和律师们还在为路线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大自然不等人，南方的棉花早就种下去了，足足4000万英亩，而且丰收在望。最要命的是，仓库里还压着800万捆卖不出去的陈年棉花。如果地里这批新棉花再上市，原本就已经跌到每磅5美分的价格，会跌得惨不忍睹。怎么办？正常途径根本走不通了。当时农业部局长乔治·皮克说：“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农业部一咬牙，下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命令：毁田。华盛顿的官僚下乡没人听，农业部只能捏着鼻子，启用了各州地方上的农业推广局去干这件脏活。副部长特格维尔100个不愿意，因为他知道这些地方办事员早就跟大地主、大农场主穿在了一条裤子上。但没办法，庄稼在一天天长大，政府必须用这帮熟门熟路的地头蛇。于是，一场魔幻的运动在美国大地上铺开了。拖拉机轰鸣着开进农田，把1933年整整1/4的棉花无情地铲除。农民们领到了100多万美元的政府补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烂在泥里。农业部长华莱士看着这份报告，心里非常难受。他承认，就这么摧毁正在生长的庄稼，违背了人性当中最深沉的本能。但这还没完，真正引爆全国舆论的是中西部的猪。为了防止第2年冬天海量的生猪涌入市场，把玉米和猪肉的价格彻底砸垮，地方上的农业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政府出面，在这个秋天提前收购并屠宰500万到600万头猪苗和怀孕的母猪。这事连罗斯福听了都觉得荒唐。在一次行政例会上，总统半开玩笑地问道：“你们那批量杀猪的计划搞得怎么样了？长远来看，是不是给猪搞计划生育更有效一点？”屠宰命令一下，全美国百姓怼着联邦政府骂，在上千万人饿肚子的背景下，这种行为简直是道德沦丧。而当时的农业部长华莱士更是被骂成筛子。面对铺天盖地的口水，华莱士没有退缩，他抛出了一套冷酷但无法反驳的资本主义底层逻辑。华莱士反问所有人：1929年到1933年，城里的工业巨头们为了保住利润，把工厂产能砍掉了一大半，导致无数工人失业，吃不上饭。那时候怎么没人跳出来讲道德？现在农业产值缩水了，农民为了活命想限制一下产量，你们怎么就受不了了？我们只能这样做。在资本主义冷酷的社会里，农业绝有可能作为一桩不碍事业存活下去。如果农民种地赚不到钱，统统破产，那明年全美国连1粒粮食都种不出来。至于那些高喊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饿肚子的人就不该减产的道德家，华莱士积极刻薄地怼了回去：你们怎么不去要求服装厂没日没夜的生产，直到每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都穿上新衣服为止？虽然猪是无辜的，但在利润决定生死的体制里，只能委屈他们提前投胎了。杀猪也杀了，毁棉也毁了，政府大笔的补贴支票也发下去了。按理说，美国农民这下该感恩戴德了。事实恰恰相反，到了1933年的秋天，中西部的农民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到了要彻底造反的边缘。由于罗斯福的农业调整法出台太晚，减产的效果最快也要到1934年才能显现出来。老百姓不懂什么政策的滞后性，他们只看兜里的钱。在这个秋天，农产品的价格经历了一波夏天的回光返照后，又跌了回去。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城里的工业品涨价了。因为罗斯福当时不仅在搞农业改革，还在搞工业改革。为了拯救工厂，政府默许那些农机制造商、化肥厂和邮购公司提高价格。结果就是农民发现自己卖粮换回来的那点可怜的钞票不仅没多，反而能买到的铁锹和衣服更少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被越拉越大，绝望的情绪在整个大平原上蔓延。印第安纳州一个守着200英亩地、背着1200美元债务的农民，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错字连篇但字字泣血的信。去年春天，我还以为您是真的打算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现在我彻底死心了。我发誓，从今往后，我和那些金融寡头势不两立，我会竭尽所能去促成共产主义。当一个老实巴交的美国中西部农民开始呼唤共产主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了。农民假日协会的首领米洛雷诺再次跳了出来，他的口号非常直接：忘掉农业部长华莱士，也忘掉白宫里的那个人吧。只要这个国家还有500万人饿肚子，就不存在什么生产过剩。政府竟然摧毁食物，给的那点补贴又少得可怜，这简直太恶毒了。美国整个大平原彻底乱了，北达科他州的州长直接下令，全州的小麦1粒都不准运出去。威斯康星州的激进派冲进并占领了州议会大厅。艾奥瓦州的农民再一次封堵了公路，掀翻卡车，烧毁桥梁，把1桶桶白花花的牛奶直接倒在冰冷的混凝土路面上。这场大火最终烧到了首都华盛顿。11月，西北部5个州的州长在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杀进白宫。州长们的诉求简单粗暴：凭什么工业那边可以保证利润，不能低于成本价销售，我们农业就得受这个破供需法则的鸟气？政府必须立刻出台强制性法律，给所有农产品定一个最低保护价。农业部长华莱士是个讲究程序和经济学规律的人，他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强制定价太僵化，试图跟州长们讲道理，提出折中方案。奥尔森州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看了华莱士一眼，丢下了一句话：哲学家也许是个好参谋，但绝对是个糟糕的将军。潜台词就是华莱士你个神棍，我忍你很久了，别逼我骂你。
旁边一个农业部的官员看这帮州长气焰太嚣张，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诸位，你们这个强制定价的计划，最高法院可能会判违宪啊！”面对这群为了保住本州农民饭碗而把法律抛在脑后的封疆大吏，罗斯福展现出了一个顶级政治家的定力。他没有被州长们的热血冲昏头脑，而是不动声色地把皮球踢了回去。你们想强制定价，可以啊，去找国会立法吧。这种事，总统可不能随便拍板。但罗斯福心里很清楚，光靠打太极是平息不了民愤的。州长们前脚刚走，华莱士后脚就被派到了中西部农业带去灭火。他带去的不是哲学和经济学，而是真金白银的承诺。明年玉米和生猪的贷款补贴马上就到，同时农业信贷署开始大规模接盘农民的抵押债务，美元也随之贬值，通胀派的诉求得到了一定满足。这样以前农民欠下的贷款就会大幅度缩水，直到钞票实实在在的落进了口袋，这场长达1年的农业大风暴才渐渐平息下来。但罗斯福对农业的改革注定是要9曲18弯。1934年，大自然亲自下场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农民在大平原上疯狂开荒放牧，把保护土壤的草皮啃得干干净净。只要雨水好，这问题就显不出来。但到了1934年春天，报应来了，天上一滴雨不下，狂风一刮，几百万英亩失去草皮保护的表层肥沃土壤直接被卷上了天。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风暴。那场面简直是世界末日，黑黄色的沙尘暴遮天蔽日，连学校都得停课，大白天上街必须开路灯。狂风一路往东吹，甚至把中西部的泥土直接吹到了东海岸，吹进了大西洋。地里的麦子全烤干了，牛羊连草根都吃不上，吃进肚里的全是沙尘，胃里结成泥块，成群的憋死在栅栏边。有些极其绝望的农民看着漫天黄沙，精神崩溃了。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审判，因为去年政府下令毁了长势喜人的棉花，杀了600万头无辜的小猪，所以上帝降下了这场灾祸来惩罚美国。但历史的黑色幽默就在这里。从道德和生态上看，这是一场人间惨剧；但从冷冰冰的经济学账本上看，大自然干了农业部想干却没干成的事。它极其残暴，但也极其高效地消灭了美国农业上的产能过剩。农业部的减产计划顶多也就减掉2000万蒲氏尔的小麦，而这场旱灾直接干掉了近3亿蒲氏尔。这可比局长们苦口婆心劝农民拔庄稼快多了。到了1935年，曾经粮食多到烂在仓里的美国，甚至不得不开始进口小麦了。产能一枚，价格瞬间飙升。艾奥瓦州的玉米收购价从可怜的10美分一路狂飙到70美分，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魔幻的结局。从1932年到1936年，虽然经历了毁田、杀猪和漫天沙尘暴的折磨，但美国农民的现金总收入竟然硬生生翻了1倍，农业债务足足减少了10亿美元，农民们终于重新有了购买力。大自然帮忙拉高了粮价，政府的补贴支票也如雪片般飞向了农村。按理说，皆大欢喜了吧？并没有，因为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救市计划里，藏着一个致命的漏洞。当时在美国南方，有成千上万的分成制农户和佃农，他们自己没有土地，世世代代租地主的田种棉花。罗斯福的农业调整法是怎么发钱的呢？政府把减产补贴发给土地的所有者，地主们拿到这笔巨款，在脑子里过了个账，立刻得出了一个非常符合资本主义逻辑的结论：既然政府让我把1/3的地空着不种，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钱养着那么多佃农？地主们不仅把政府发给棉田的补贴安安稳稳地揣进自己腰包，还顺手把那些帮他们种了一辈子地的底层佃农直接扫地出门。无数佃农一夜之间既失去了收入，又失去了住处，只能流落街头去领救济粮。原本是为了救济农村的政策，反而把处于最底层的穷人一脚踢进了更深的绝望里。这事一出，农业部里那帮满脑子社会理想的城市精英律师彻底压不住火了，因为这群佃农才是最具有破坏了，而且还是最应该提高收入的人。而这时，一个农业调整署的法律总顾问弗兰克，他手底下有一名律师叫阿尔杰西斯的小伙，是美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正潜伏在农业调整署。他打算玩一招暗度陈仓，直接绕开局长，重新发布了一份对农业合同的法律解释指令。这份指令的核心只有一句话：拿了政府补贴的地主在合同期内绝对不准驱赶佃农。这等于是在南方地主的命根子上动刀。此时新任农业局局长戴维斯调研回来一看，差点气疯了，手底下的律师居然敢趁老板不在，发文件去得罪整个南方的农业既得利益集团。在戴维斯看来，这不仅是职场上的严重越权，更是要直接在南方挑起阶级暴动。于是戴维斯直接冲进农业部长华莱士的办公室，把话挑明了：摊牌吧，要么这帮惹事的律师走，要么我走。华莱士这位平时喜欢谈论人类大同、喜欢读诗、对穷人充满悲悯的农业部长，在冷冰冰的政治现实面前，他也怂了。他很清楚阿尔杰西斯这帮人是为了正义，也是新政的本意，但他更清楚，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里，南方的大地主、农业局的政客们才是真正能掀翻桌子的力量。不仅如此，此时的华莱士心里已经悄悄燃起了竞选美国总统的野心，他不能在这个时候为了几个佃农去得罪整个保守派票仓。理想主义最终还是妥协了，华莱士选择了留下务实的戴维斯，抛弃了理想主义的阿尔杰西斯。于是华莱士把阿尔杰的顶头上司弗兰克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你们的法律团队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但我不得不解雇你们。弗兰克愣住了，问他为什么不亲自更早一点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华莱士犹豫了一下，低下头说：因为我没办法面对你们。
弗兰克代表了罗斯福新政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那拨人，他手底下有一大堆律师，都是美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试图用精密的法律条款和城市精英的智慧，在救市的同时，顺手把美国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体系也给改造了。但最终，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地方权力面前，还是无情地被踢出局了。赶走了爱世的理想主义者弗兰克，此时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虽然对那些南方地主们妥协了，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群佃农死。于是他和罗斯福一合计，搞了个安置署，政府出钱把地买下来种树，把被抛弃的佃农们全部搬迁到政府规划的绿带城镇和合作农场去，大家一起种地，一起用拖拉机，利润共享。这主意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在1930年代的美国，这简直就是踩了资本主义的祖坟。南方的地主和国会里的保守派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罗斯福，你这货是要在美国搞苏维埃集体农庄啊？他们不敢骂罗斯福，就去骂当时负责安置署的特格维尔。到了1936年底，心灰意冷的特格维尔只能被迫辞职。特格维尔走人后，为了保住这个专门救穷人的机构不被国会彻底干掉，罗斯福政府玩了一招金蝉脱壳，把安置署塞进了农业部，改了个听起来极其温和甚至有点土气的名字，叫农场安全管理局，简称 FSA。农场安全管理局不再搞把国会吓得魂飞魄散的集体农场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第一，建立康复贷款，佃农没钱买种子，流浪汉想买头骡子， FSA 借钱给你，但这钱不是白拿的， FSA 会派农技专家甚至家庭经济学家到你家里，手把手教男人怎么科学种地，教女人怎么把吃不完的蔬菜做成罐头，连你们家做没做账本都要管。这种爹味极重的教导，硬生生把无数破产农民拉回了温饱线。第二是建立流浪难民营，受到黑风暴和拖拉机驱赶的佃农们拖家带口流浪到加州摘葡萄和棉花，被当地大农场主当牲口一样打压，住在满是粪便的臭水沟边。FSA 顶着加州地主们的疯狂抗议，出钱建了一批有干净自来水、有抽水马桶，甚至有自治委员会的联邦难民营。但 FSA 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国会里的老爷们根本不相信美国有这么穷的人，随时准备断掉他们的资金。怎么才能让那些坐在华盛顿真皮沙发上的政客和东海岸的中产阶级心甘情愿地掏钱去救济几千里外的泥腿子？ FSA 的信息处处长罗伊斯特莱克想出了一个绝招，用照片砸他们的脸。他雇佣了一批后来名垂青史的伟大摄影师，把他们派到大平原的沙尘暴里，派到南方的破棉花地里，告诉他们去把美国最深重的苦难原原本本地拍下来，怎么真实怎么拍，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于是人类摄影史上的巅峰之作诞生了。多罗西亚·兰格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移民母亲，一个30多岁看起来却像50岁的农妇，眉头紧锁地望着远方，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这张照片以及 FSA 拍下的其他几十万张照片登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他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毁灭性的，全美国的心都被狠狠揪了一下，中产阶级的同情心瞬间爆棚。国会里的保守派就算再想骂 FSA 是苏维埃，面对这些极其真实、极具尊严的受苦人的照片，也只能乖乖批钱。这个原本只是为了向国会要钱的公关项目，最终成为了美国大萧条时期最震撼人心的历史记忆。但是 FSA 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犯了资本主义农业体系里最大的忌讳，他让底层人有了底气。在二战爆发前夕，南方的大种植园主和加州的大农场主们联合起来，对 FSA 发起了致命一击。地主们的逻辑非常清晰，如果政府给这些穷白人和黑人发贷款买地，给他们建干净的难民营，那谁还来我们的地里当牛做马？谁来接受我们开出的那种连饭都吃不饱的廉价工资？ FSA 阻碍了地主们获取廉价劳动力的渠道。到了1940年代初，借着二战爆发，国家需要集中精力搞军工的借口，国会里的保守派联盟毫不犹豫地绞杀了 FSA。他的资金被切断，项目被拆解，那些曾经给穷人带来一丝希望的机构，最终在政治算计中灰飞烟灭。FSA 这本质上是罗斯福新政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机器里，试图用微弱的行政力量去强行拽住那些快要掉进绞肉机的底层老百姓。所以罗斯福其实在美国的权力并不是那么大，而是不断的妥协。真实的罗斯福在当时的华盛顿绝对不是什么大权独揽，而是走钢丝的大师。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他有一个极其庞大且保守的派系——南方民主党人。这帮人代表的是南方大地主和白人保守势力的利益。罗斯福的农业调整法救济法案想在国会通过，一票都少不了这些南方议员的支持。所以他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妥协。美国的底层代码就是妥协。在美国当总统，你发出的命令，下面的人未必原封不动的执行。所以罗斯福在管理上会故意安插不同派系的人塞进同一个部门，让他们互相抢夺权力，互相争吵。他从不轻易下死命令，而是坐在幕后看着他们斗，直到哪一方占了上风，或者事情僵持不下时，他才出来做个最终的仲裁和妥协。客观地说，这不仅是罗斯福个人的政治手腕，更是美国这套宪政系统逼出来的生分方式。在美国这套多元利益博弈的系统里，所谓的话语权从来不是你在街头喊得有多大声，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将你的诉求转化为政治选票和游说资金。所以富人就有先天的优势。南方的大农场主、华尔街的银行家，他们人数极少，但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立刻筹集几百万美元，
雇佣最顶级的西装革履的律师去国会山游说，甚至直接给议员的竞选提供合法现金。他们的话语权是日常的、润物细无声的。底层人只有在形成强大组织的时候，话语权才会爆发生效。比如大萧条时期崛起的产业工会，当几百万钢铁工人、汽车工人团结在一起，以统一的选票和停工为筹码时，才能爆发惊人力量。而罗斯福就是把这个权利给了工人们。在资本和权力的游戏里，没有组织力的群体就是随时可以被拿捏的群体。所以美国的富人们都想消灭工会，因为就等于切断了底层老百姓向上层输送影响力的唯一通道。这也是富人们最想看到的情况。罗斯福农业改革这条线已经扒得干干净净了。下一期我们一同了解罗斯福新政中的工业改革，这是美国一个史无前例的爆改，同时它也让美国的工人在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了空前的权利。